穿成糙汉文里身娇体软的小白花女主。经纪人给我接了一部高难度武打片，武术指导教我后空翻时，我眼泪汪汪，骨头都要摔碎了，好疼，呜呜。后来，在他的出租屋里，我疼得直落泪。他吻去我眼尾的泪水，克制地问：现在还疼吗？武打片拍摄片场，武术指导在教我后空翻。他扶住我的腰，让我借着他手臂的力量翻一次。啪，我摔了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骨头都要摔碎了。我疼得直落泪，好疼，呜呜。陆续是圈里赫赫有名的武术指导，他很专业，且有真功夫在身，圈里的大导演拍电影都会找他当武术指导。我哭的时候，他眸光微动，可很快恢复清冷。起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我泪水连连地望着陆续，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？陆续看了眼墙上的钟，将我从地上拉起来，休息10分钟。他的手指很粗糙，和我的纤纤玉手形成鲜明对比。系统上线，宿主，现在发布攻略任务，请让他给你按摩腰部。我睁大眼睛，这是什么鬼任务？我是娱乐圈知名小花，平时走的是清纯人设，怎么可以让武术指导在片场给我揉腰？我很有底线，对系统说，我拒绝。系统，拒绝的话会胖10斤。我被系统拿捏了死穴。这部电影杀青后，我有个晚会要参加，要穿着 S 码的高定礼服上台领奖。胖10斤，那还不如杀了我吧。我追问，完成任务有什么奖励？系统，完成任务，身体的柔韧度将会提升10%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轻松完成后空翻的动作。我眸光微亮，这奖励可太对我的胃口了。我穿进这本糙汉文里，人设是身娇体软的小白花女主，可我的经纪人却给我接了一部高难度武打片。经纪人费了老大劲才帮我撕下这个电影资源，让我一定要好好拍，这部电影极有可能会拿奖。可我做不到啊，进组3天，仅只是简单的武打动作，对我来说都难如登天。导演昨晚已经和我放狠话，夏末，你要是再完不成武打动作，我们就要换女主了。这是我从电视剧转型电影的关键一步，我才不想被换。身体柔韧度增加，对拍武术动作的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对系统点头，好，我接受任务。陆续在茶水间喝水，他长得很英俊，身材吊打娱乐圈一众顶流男明星，让他当武术指导太浪费颜值了。如果他进圈，我敢打包票，肯定会成为最年轻的功夫影帝。我从他身畔经过时，假装崴了脚，他将我扶到休息间的沙发上坐下，淡淡地问，没事吧？刚才后空翻时把我的腰摔痛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揉揉？我楚楚可怜地望着陆续，他耳根不自觉地红了一下。你不是有助理吗？让他帮你揉。我不方便。中场休息时间只有10分钟，我得快速进入主题。他不在，我握住陆续的手，放在我腰间，放柔了声音，求你了，我真的很疼。陆续像是被我的腰烫了手一般，冷漠拒绝，夏小姐，请你自重，我是正经的武术指导。噗呲，我也是正经的女明星，好吧，但我的系统不是什么正经的系统。如果不是变态系统发布变态任务，还以胖10斤作为惩罚，我才不会让陌生男人揉我的腰。眼看着陆续就要转身离开休息室，
我趴在沙发上小声啜泣，哭得梨花带雨。陆续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拍武打片？大家都觉得我拍不好，我是不是应该放弃，把机会让给别人？系统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宿主，你演技真好，这招不错哦。他对你的眼泪没有抵抗力。我问系统，为什么陆续会对我的眼泪没有抵抗力？系统理所当然地说，因为你是这本糙汉文的女主，他是你要攻略的男主，按照书里的设定，他对你的眼泪就是没有抵抗力。不过，他以后会忍不住想要弄哭你，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系统话音刚落，陆续脚步怔住，他回到我身边，从桌上抽了张纸巾递给我擦眼泪，语气也比先前的清冷多了几分温情。别否认自己，只要肯用心学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我止住眼泪，回过头望着他，你这么看好我？他缓缓道，我6岁习武，在此之前，我家人也说我坚持不了，可后来我用武术冠军向他们证明了我可以，所以你也可以。谢谢你鼓励我，你人真好。我抓住他的手放在我腰间，话锋一转，那你能不能帮我按按腰？陆续呼吸慢了半拍，他想将手挣脱开来，我握住他的手不松，一脸真诚地望着他，就揉3下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神打动了陆续，他红着脸揉了揉我的腰肢，陆续的手像是带电，揉得我头皮发麻。系统上线吃瓜，现在免费帮宿主转播陆续的心声。原来他的腰揉起来是这种感觉，好软，和他一样软。等等，我在干什么？陆续揉了3下，快速将手抽开，耳根红得像是火烧，他喉结滚动。系统继续转播他的心声，他怎么可以随便让男人揉腰？如果我是她男朋友，我天天给她揉。陆续发现我在看他，摸了摸高挺的鼻梁，转过身去丢下一句，我先出去了。我望着陆续的背影，勾起了唇角。如果他是我男朋友，天天给我揉腰，听起来还不错。系统播报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身体柔韧度增加10%，一会儿可以再练练后空翻。我身体柔韧度增加后，我再练后空翻就轻松多了。经过陆续的亲自指导，我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后空翻镜头。导演对我刮目相看，表扬道，夏末，今天表现不错，继续加油。接下来1个月，我陆续完成了陆续教的各种武术动作，整个电影拍摄现场如行云流水，顺畅无比。为了感谢陆续，这日下戏后，我请他去酒吧喝酒。陆续表示，我不会喝酒。我含笑，不会可以学，不想学的话，你也可以看我喝。酒吧包厢，陆续坐在一旁喝冰水，看上去和酒吧的氛围格格不入。我要了半打鸡尾酒，喝到第3杯的时候，系统上线，现在发布攻略任务，请宿主为他喝1杯鸡尾酒。我端起鸡尾酒，递到陆续面前时，又哄道，陪我喝1杯呀。我不会喝酒。陆续伸手挡住酒杯，宿主要用嘴喂我？什么？还有这么变态的任务，我可以拒绝吗？系统检测到我萌生了退意，补充，胖10斤警告。行吧，我喝下一口鸡尾酒，轻身向前，吻上了陆续的唇瓣，缓缓将酒渡进他嘴里。陆续身上有清冷的雪松香味，挨得足够近才能闻到，犹如在幽静的森林里散步。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以前接受采访时，
主持人问我，如果要送一瓶香水给未来的男朋友，你会送什么味道的？我当时回答的是雪松。系统适时为我答疑解惑。没错，陆续看过你那个采访，他本来不用香水的，为了你才用。啊，所以陆续原本就暗恋我，瞒得够深的啊。上次非得我再三求他，他才给我揉腰。陆续被我亲猛了，不知所措。我心想，他这么生涩，这不会是他的初吻吧？系统，宿主，这是他的初吻。不过你别看他现在生涩，食髓知味以后，有你哭的，嘿嘿嘿。这么猛吗？等我再度松开他时，他那张英俊的脸红透了。他端起剩下的鸡尾酒，一饮而尽，连喝了几杯。看来刚才那个吻让他意乱情迷。他起身，我去个洗手间。陆续去洗手间洗了把脸，冷静下来。回来时把单买了。系统播报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身体柔韧度再增加10%。前面2次攻略是餐前小菜，现在发布下一个任务。下一个任务是让他带你回家，攻略他。这就要开始攻略了，这也太快了吧。系统的话刚说完，陆续回来了。他推门进来时，我立刻躺在沙发上装醉。夏末，醒醒。我没理他，继续装睡。陆续叫了几声后，见我不应，捏了捏我的脸颊，说道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家住哪里？我顺势搂住他的腰身，在他耳边说，不想回家，我想去你家。他怔住，不太好吧？要不我送你去剧组的酒店？我撒娇，不要，我就要去你家。我的撒娇对陆续很有用，他妥协，好。他将我抱在怀里，叫了代驾开车去他家。陆续的出租屋里全是健身器材，像个小型的健身房。他每天都有健身的习惯，2个小时起步。进了屋，他将我放在沙发上，自己在阳台和客厅来回用健身器材健身。系统，宿主，悄悄告诉你，这个男人体力惊人哦，你先趁他健身时睡一会儿，不然今晚就没得睡了。听听，这是什么话？谢腰，我腿已经软了。我躺在沙发里渐渐睡去，屋里时不时传来陆续粗重的呼吸声，莫名有点儿撩人。他做俯卧撑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数，数到300下还不带停。我困了，渐渐睡去。2个小时后，陆续健完身，去浴室洗澡。夜已经很深了，系统将我叫醒，宿主醒醒，他在洗澡，这是很好的攻略机会。开始行动起来。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。陆续，我慵懒地叫着陆续的名字，推开浴室的门。陆续冲的是凉水澡，身材好到无可挑剔，穿衣服时身形高挑修长，没想到脱了衣服竟那么有料，特别是那一身精悍的腹肌，还有往下的人鱼线，简直震惊到了我。攻略他怕不是会工伤，系统得给我补偿。我脸颊绯红，抿了抿嘴唇，声音软软糯糯，陆续，我饿了。陆续没想到我会直接推开浴室的门，他愣怔了一瞬，立刻扯下浴巾裹在腰间。我偷偷打量他，咽了咽口水，我想吃东西。系统，宿主，你不知道你刚睡醒的模样有多美，直接闯进了他的心吧。还有，你盯着他说想吃东西，会很容易让他想歪。陆续眸光深幽，声音不自觉多了一丝沙哑。
轻哄道：你先出去，等下我给你煮吃的。好，我退出浴室，顺手将浴室门关上，却从门缝里看见陆续伸手又打开了花洒的开关。他的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手背有隐隐浮起的青筋，一看就很能干。他确实很能干。陆续现在体温45度，要冲凉水澡才可以降温。系统一本正经地说：宿主，你知道他现在想喂你吃什么吗？我瞪大眼睛，什么？系统，当然是他亲手蒸的玉米啦。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就这，系统也不是很变态吗？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玉米的。为了维持好身材，我几乎不怎么吃饭，玉米是主食之一。陆续洗完澡，从浴室出来，他问我，家里有面、饺子和玉米，你想吃什么？玉米吧，要蒸的。好，那你等等，我去给你弄。陆续转身进了厨房。15分钟后，玉米蒸好了，陆续将玉米递给我，吃吧。我啃完一根玉米，陆续问我，酒醒了没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我酒还没醒，头晕着呢，在你家留宿一晚吧。我故意扶了扶额，起身道，我去洗个澡，可以借一件你的衬衣或者 T 恤给我当睡衣吗？陆续进屋，拿了一件他的白 T 恤给我当睡衣。洗完澡后，我用毛巾擦头发，他拿来吹风机递给我。T 恤刚刚只遮住我的大腿根往下一点，陆续目光扫过白皙修长的双腿，耳根泛红，不动声色地将目光移开。我没接吹风机，往他身旁一坐，柔声问，你帮我吹，可以吗？好。他拿吹风机帮我吹头发，很耐心，很温柔。我靠在他怀里，舒服的差点睡过去。他把我抱进主卧，意识到我睁开眼。他解释道，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我用手勾住他的脖颈，唇瓣有意无意碰到他的喉结，就不能一起睡。他被我聊得疯狂心动，将我放在床榻上，用热吻将我淹没。这一个吻是他掌握主动权，我感受到他强烈的占有欲。我们犹如坐上了跑车，上了无人的高速，正要来一场极限的飙车。可没想到他却在意乱情迷时刹住了车。他用被子盖住我，克制地说，你醉了，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说。陆续竟然拒绝了我。他帮我盖好被子，起身道，你好好睡觉。他在沙发里睡了一夜，翻来覆去的，想来睡得不是很好。翌日一早，系统上线告诉了我一个无情的消息，攻略失败，接下来将会更换攻略对象。什么？这就攻略失败了？我有点不甘心，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吗？下次我一定拿下他。系统像个冰冷的机器，不能，昨晚那么好的机会都没有攻略成功，所以他已经出局了。现在换2号男主上位。我震惊，2号男主，这本书到底有几个男主？系统，原则上只有一个男主，其他都是备选，只要攻略失败，就会更换男主。我追问，那2号男主又是谁？系统说出一个名字，苏北城。苏北城是我现在拍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，新生代实力派男演员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么快更换攻略对象。系统，这一次如果攻略失败，将会胖20斤。我胖20斤，这么狠，这对一个女明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。那晚在陆续家里留宿之后，
陆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更多了，在给我做武术指导时，也不再刻意避开与我肢体接触，反倒是在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时，嘴角扬起的弧度压都压不下去。不过我对他却有些若即若离。这部电影只拍2个月，转眼就要杀青了。这日，我在补妆，小助理走过来和我八卦：夏姐，你知道我刚才在茶水间看到了什么吗？我问：什么？我看见陆续拿着一条手链，偷偷的在练习表白，被我听见了。小助理笑起来，哈哈哈，也不知道谁这么幸福，被他小心翼翼的爱着。难不成陆续要向我告白？这些日子，他对我是很照顾，目光也总是追随着我。我看得出来他喜欢我，可我已经被迫更换攻略目标了。当天傍晚下戏后，我和苏北城有说有笑，陆续站在远处看着我们，脸上带着些许醋意。他走向我，掌心握着一个手链盒，主动发出邀请：夏末，今晚要去我家吗？去你家干什么？我最近在学烹饪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煮给你吃。我婉拒：不用了，我今晚已经约了苏北城去酒吧。我说罢，上了苏北城的车，绝尘而去。后视镜里，苏北城捏着手链盒，身影落寞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。我和苏北城来到酒吧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我还叫了这部电影的女二宋月和男二许诺作陪。系统：宿主，你叫2个电灯泡来，要怎么攻略啊？其实我并不想攻略苏北城，我只是想要借机会看看陆续到底有多在乎我。我想让他为我吃醋，为我疯，为我狂，想想还挺刺激。系统发布任务：宿主，请故意拿错苏北城的酒杯喝酒，借此机会撩拨他。我拒绝。系统：宿主，请现在端起酒杯和苏北城碰杯，顺便勾勾他的手指。我拒绝。系统：宿主，请装醉，倒在苏北城的怀里。我拒绝。3次拒绝系统后，系统炸毛了。宿主偏离剧情，那就只有强制晕倒了呀。系统说完后，我眼前突然一黑，紧接着晕倒在了苏北城怀里。宋月和许诺在划拳，2人喝得不亦乐乎。苏北城搂住我的肩，用手指摸了摸我的脸蛋，在我耳畔低声问：夏末，你醉了，要不要去我家？我被系统控制，没办法回答他。苏北城继续道：你不否认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。他说罢，将手移到我的腰部，揉了一把：你的腰好软啊。果然，被不喜欢的人肢体触碰，会生出一种恶心的感觉。下一瞬，包间门被人从外推开，陆续冲进包厢，将苏北城从沙发里提起来，一拳打在他脸上。苏北城怒声道：你干什么？宋月和许诺来劝架，见劝不动，2人躲到一旁。陆续又给了苏北城几拳，将他撂翻在地。陆续抱起我，对苏北城丢下一句：以后要是敢再对夏末动手动脚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被陆续带回了家，他将我放在床上，握住我的手，像是握着最爱的珍宝。夏末，是不是因为上次我拒绝了你，所以你生气了？上次我们都喝了酒，我不想我们的第一次是在那种情况下。你能不能别变心？能不能离苏北城远一点？系统：宿主，请对他坦白，你之前对他的好，只是在攻略他，看他会不会因此退缩。系统的话就像指令，我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，
对陆续说：陆续，你只是我要攻略的对象，上回攻略失败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攻略你，我现在要攻略的人是苏北城。什么？陆续怔在原地，你先前只是要攻略我，不是喜欢我。我如提线木偶一般点头，陆续眼底闪过痛色，他帮我掖好被角。我知道了，是我自作多情了，你先睡吧。说完这些后，我又陷入了昏迷，感应到陆续落寞地走出卧房，我挣扎着想要摆脱系统的控制。我对自己说，夏末，快点醒来，把你真实的想法告诉陆续。我挣扎了许久，用尽全力吐出一句，陆续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的脑子彻底失去了意识，不知道陆续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。半夜他进来给我盖过一次被子，他把我垂在床边的手塞进被窝前，与我十指紧扣着。随后他拿出手链帮我戴上，唇角微扬，我仿佛听见他说，夏末，我暗恋你很久了，现在换我来追你。第二天，苏北城因为和陆续抢女人在酒吧被暴揍的消息传遍了剧组。苏北城鼻青脸肿地来到剧组，他一脸不服气，可经纪人却劝他，算了算了，陆续的背景你惹不起，就当作买个教训。苏北城调查过陆续的背景后，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他将这件事情翻篇，不敢在剧组撩拨我。电影杀青后，我胖了20斤，这是我放弃攻略苏北城的惩罚。系统，宿主，看来你已经喜欢上陆续了，那么下个攻略对象，我们重新调整为陆续。嘻嘻嘻，我倾巢，没想到你还挺能屈能伸的嘛。系统解释，其实我之前让你换攻略对象，是为了刺激陆续，并不是真的要换攻略对象。你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行。系统话锋一转，不过这次攻略难度要升级，除了攻身之外还要攻心，达到身心合一。我不解，攻心是让他喜欢上我吗？我看他现在也挺喜欢我的。系统，一段感情刚开始是喜欢，后面慢慢会变成爱，爱也分深浅，要让他对你的爱意值达到200%，爱你胜过他自己，爱你胜过爱一切，才算攻略成功。我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胜过爱一切，这不是妥妥的恋爱脑吗？不过如果能被陆续这么深爱着，一定会很幸福吧？可以试一试。我点头，好，我接受任务。我向经纪公司请1个月的长假休息。经纪人问我理由，我随便找了个理由，有点累，想要给自己放个假。经纪人反问，你知不知道你休息1个月会少赚多少钱？我淡然道，钱没那么重要，反正我赚的够花了。经纪人退一步，要休假可以，但过2天的颁奖晚会，你总要露个面吧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材，以前为了上镜，我追求极致的瘦，不该有肉的地方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。我身高168，以前90斤，现在110斤，整个人圆了2圈。用正常的眼光来看，现在也不算胖，但是对于女明星来说，突然胖这么多还是难以接受。我对经纪人说，晚会也推了吧。经纪人虽然不理解，但选择尊重。他还告诉我一个消息，罢了，我听说这次原本要颁给你的奖有变动，被安于截胡了。你这次不去也行，那你在家好好休息吧。咱们等电影上映后，
拿个更厉害的奖项。安于是我的对家小花，总喜欢截胡我的资源，当然，礼尚往来，我也没少截胡他的资源。这样一来，这次晚会我就更不能去了。现在网上我得奖的呼声最高，要是去了没拿到奖，会被全网嘲的，还是留在家里减肥吧。我给自己定下目标，1个月瘦10斤，2个月瘦回以前的身材。除了健身之外，我几乎不吃饭，饿了就只吃几口水煮西兰花。颁奖晚会那天，我饿晕在家里，陆续打电话我没接，他来到我家里按门铃，我被门铃声惊醒，强撑着起来去给他开门。陆续心疼地说，你这样饿，胃会受不了，搬去我家，我带你健身，给你做减脂餐。就这样，我搬去了陆续的出租屋，成了健身搭子。他推掉手里的工作，专心陪我健身。我们每天健身，健得满头大汗，一天洗3次澡。脂肪在燃烧，更容易饿了。这日晚上，我和陆续坐在沙发里追剧，肚子饿得难受，可是我得忍住不吃东西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我窝在陆续怀里，闻到他身上好闻的雪松香味。现在他已经是我男朋友了，我手腕上戴着他送我的项链。电视里正播放到烤鸡的画面，我咽了咽口水。饿了，陆续把我抱进怀里，压低声音说，那你要不要啃啃我？他闻起来确实挺香的。我啃了啃他的手臂，虽然不能解饿，不过却可以转移注意力。注意力转移后，好像没那么饿了。我转移阵地，抱着他的脖子踹起来，他闷哼。我问他，痛吗？他一脸享受，不痛，咬得还挺舒服的。你继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从他的喉结一路踹到下颌，再到嘴唇，踹得正起劲，他抱着我翻了个身，将我压在沙发上。一个缠绵悱恻的热吻过后，他眸底是隐忍的炽热。换个方法帮你转移注意力。我仰头望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仿佛有云和雾散开，有春雨降落。桃林里的桃花绽放了，璀璨的烟花照亮夜空。我在云雾中遨游，肚子虽然很饿，可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满足。这一晚在他的照顾之下，睡得格外香。第二天，陆续起来做早餐，有蔬菜沙拉，水果拼盘，煎的鸡蛋是爱心形状，牛奶热到最适宜的温度。系统，他的服务意识不错，爱意值增加10%。我震惊了，煮个早餐就增加10%的爱意值。系统，不是指这个，这是昨晚的奖励。他那么辛苦，那么温柔，不配增加10%的爱意值？当然配。我回想起昨晚，脸颊变得滚烫起来。我进厨房，陆续环住我的腰，眼神多了几分缱绻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早餐马上就好了。我心底被幸福感占领。睡得很好。你呢？他在我耳畔低声说，不太好，一晚上都在想你。昨晚后半夜我们是分开睡的，我睡床，他睡沙发。因为爱意值还没满200%，所以暂时不能走到最后一步。不过前面该走的都走过了。系统顺势发布任务，请宿主和他互喂早餐，奖励爱意值10%。我再次震惊，喂个早餐就奖励爱意值10%，还有这么好的事？系统，嘿嘿嘿，本系统就是这么豪横。听着系统猥琐的笑声，我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。
我从水果拼盘里选了一颗樱桃塞进陆续嘴里，问他甜吗？他将核吐出来，颔首，好甜，还要吃。喂他吃完樱桃，他把牛奶端起来递给我，试试温度，看合不合适。我尝了尝说，有点烫了，下次温度再低一点。我看着满桌早餐，打了个饱嗝，下次别准备这么多早餐，吃不下。吃完早餐后，系统上线，恭喜完成任务，爱意值提升10%。2个月后，我又迎来了另外一个更隆重的颁奖典礼。这一次，我依然是热门获奖人选。安于还想要再把我的奖项抢过去，可陆续出手了。他找关系取消了安于的竞奖资格，还搅黄了他手里的资源。武术指导是陆续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他家里有权有势，已经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暂时住出租屋是因为离剧组近，他家的豪宅简直毫无人性。我的身材已经瘦回以前的状态，这次我要穿的晚礼服是很华丽重工的设计，鱼尾拖地裙摆上缀满蓝色水钻，像是从海洋里走出来的美人鱼。礼服因其繁复的工艺，重量高达20斤。我穿这身晚礼服足足用了20分钟，为了让礼服更加合身，造型师还帮我缝了几针。这次我做造型的酒店离晚会酒店有15分钟车程。换好礼服后，我坐上陆续的限量款豪车，去酒店现场。陆续今天充当我的司机，我的小助理提前去晚会现场等我。我提着裙摆上车的瞬间，隐约听见了滴的一声，仿佛是从我脚底传来，像是某种开关声。我没当作一回事。陆续回过头来，深情打量着我，你今天好美。我含笑道，还得多谢你，这些日子带我健身减肥，我才能穿上这件晚礼服。他从透视镜里意味深长看了我一眼，我们俩还用这么客气？也是，我们之间只差一步就是最亲密的人。我拽了拽裙摆，这裙子好重啊，不过确实很漂亮。陆续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。慢着，我心底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。怎么了？陆续竖着耳朵倾听空气里细微的动静。他从驾驶位下来，打开后座车门，翻开我的裙摆检查着。他在我的裙摆里找到了一个藏在暗层的定时炸弹，手机大小的微型炸弹，威力不算太大，但是足以将这辆车里的人炸飞。炸弹倒计时还有8分钟。陆续语急促，夏末，你快把礼服脱下来，里面有炸弹。这礼服是缝过的，脱不下来。车上没有剪刀，只有一个指甲钳，更何况就算有剪刀，这么重工的裙子也剪不断。我对陆续说，陆续，你先走，别管我，我原本就是穿书而来，如果被炸飞了，说不定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。可陆续他是这本书里的人，他不能因我而死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我来拆炸弹。陆续语气坚定，他埋头冒着生命危险给我拆炸弹。所谓患难见真情，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。炸弹上面的倒计时越来越接近，我脸色发白，手心冒着冷汗。陆续比我冷静多了，他一边拆炸弹，一边安慰我，别怕，要死一起死，我陪你。虽然我不想死，但莫名有点感动。换做别的男人，这个时候肯定就丢下我了。我突然明白了，系统说，当陆续爱我胜过爱自己才算攻略成功。原来这就是检验的方法吧。我呼叫系统，
系统，是不是你放的定时炸弹？你要考验它，也没必要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吧？系统否认，炸药包不是本系统放的，是你的一个黑粉，他暗中监视你已久。今天假扮酒店保洁进你房间，把炸弹藏进你的礼服里。他现在在某扇窗户里看着你这辆车子，等着你被炸成肉糜呢。开眼了，竟还有这么变态的黑粉。明星果然是个高危职业。红色倒计时只剩下不到5分钟，陆续看着密密麻麻的线，一时没有头绪。一共有24条五颜六色的线，剪对一条才有活命的机会，剩下23条线，随便剪错一条，炸弹都会提前爆炸。所以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，不能轻易冒险。陆续在找规律，这无异于买彩票，盲目选一条的话，选中的几率太低了。陆续在最后60秒时，将目标锁定在红、黄、蓝3根线上。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钻戒盒，从里面拿出钻戒，对我说：夏末，如果这次我们能活下来，我们就结婚吧。我傻眼了，最后1分钟还不忘求婚，恋爱脑实锤了。我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他帮我戴上钻戒，在我的手背上深情地吻了一下。系统都快要炸了，我靠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求婚？我服了。滴滴滴，定时炸弹倒数5秒、4秒、3秒。陆续用指甲钳剪断了一根细线，我和陆续抱在一起，等待着炸弹爆炸。我在想，如果注定要死，能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，也是一种幸福。炸弹没有爆炸，陆续选对了。我哭出声来，呜呜，吓死我了。陆续帮我擦掉眼泪，语气透着劫后余生的喜悦。没事了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系统，我的 CPU 都快被干烧了好吧？幸好陆续选对了，我哭死。系统说完，播报道：宿主，检测到陆续对你的爱意值已经达到200%，他可以为你去死，可以为你放弃一切。所以，攻心成功，接下来就可以攻身了。身心合一，任务就完美达成。我突然想起，颁奖晚会快要开始了，我提醒陆续，陆续，快开车，去晚会现场。好，陆续把炸弹从我的礼服里拆下来处理掉，他去前面开车，载着我往晚会酒店的方向而去。我在晚会开始前3分钟赶到，美美的走上红毯，站在定点处摆 pose 给媒体拍照。陆续站在人群里看着我，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男人，他从怀里摸出一把刀，朝我刺过来，大喊道：去死吧！陆续冲过来一脚踢飞了男人，将他摁倒在地，逼问道：是不是你装的炸药？男人邪笑道：是啊，谁叫他笑起来那么像我死去的前妻，敢出轨给我戴绿帽子，死了算是便宜他了。这个疯子把对前妻的恨转嫁到一个无辜的女明星身上，多少有点大病。现场乱作一团，保安冲上来维持秩序，疯子男被警察带走，晚会继续。现场的视频流出，陆续爆火。网友：陆续那一脚太酷了，果然是有真功夫在身，如果不是陆续见义勇为，我都不敢想象后果。夏末的命是陆续救的，这声姐夫我先叫了。当天晚上领完大奖回到家，我和陆续洗完澡后窝在沙发里刷微博，热搜上我们的名字捆绑在一起，收获了不少 CP 粉。陆续搂着我说：
给个名分，给他名分，那我赚了啊。他的背景可以让我以后在娱乐圈横着走。我浅笑，晚点儿再说，先干正事。陆续眸光深深，什么是正事？我勾住他的脖颈，抱我去卧室，我再告诉你。陆续明白过来我说的正事是什么。这些日子他隐忍得很辛苦，今晚真的可以吗？我点点头，他将我腾空抱起，往卧室走去。热吻过后，他按耐住心底的激动，等等我。他关了灯，点燃一支香薰蜡烛，将音箱打开，放起了轻柔的音乐，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。我笑出声来，噗，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啊。一首曲子放完后，我疼得咬住他的肩头，眼角有泪滑落，这是幸福的眼泪。等等，好疼，呜呜，果然要工伤了。系统装死，嗨嗨，这点疼算什么？以后会真香的。你会感谢我给你挑了个极品男人。好的，我谢谢你。陆续稍作停顿，怜惜地吻去我眼角的泪水。香薰蜡烛散发着迷人的香味，空气升温。片刻后，他克制地问，现在还疼吗？我娇羞地说，好像好点了。他声音低哑道，那我温柔一些。系统，恭喜宿主攻略成功，身心合一，奖励龙凤胎一对。我抗议，太快了吧，不用过2人世界。系统有商有量，行，那奖励生效时间由你来定。我想了想，答道，3年后吧。系统，行嘞，那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下线。夏夜的序曲，从温柔到狂野，贯穿了整夜。